你还在焦虑股价的涨跌吗？你还在为你账户里的英伟达、特斯拉或者苹果的跌幅睡不着觉吗？每天9点半一开盘，你的心跳就跟着纳斯达克指数一起上下狂飙，熬到4点收盘，整个人都像虚脱了一样。每天都祈祷着不要加息，不要打仗，不要财报暴雷。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态，请立刻停下来。今天这期内容可能会彻底的拯救你的失眠，改变你闯荡股市的命运。其实呢，想在股市里赚钱，不一定非要去做科技股的过山车，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玩法，让你优雅舒服的把钱给赚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高股息股票，你值得拥有。有些人会说，美股不就是炒科技股、买 AI 概念、抓翻倍 AI 股吗？买那些每年分红3%、5%的传统股票能改变命运吗？那点利息才能赚几个钱？先别着急着下结论，今天我们不讲那些枯燥的财务指标，而是用底层的资本逻辑把高股息这3个字彻底讲透。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高股息股票不仅不是一种妥协，反而是巴菲特、先锋领航等真正的华尔街巨头在市场的风浪中实现降维打击的生存武器。为了让新手小白看清股市的残酷，我先举个真实的例子。他的名字叫小财，小财是个普通人，通过努力工作手里存了5万美元，看到周围的朋友都通过 AI 概念股票赚到了钱，小财心里羡慕，也想通过股市来实现财富自由。于是小财一头扎进了股市最火爆的科技赛道里，而第一天他就赚到了钱。小财兴奋得睡不着觉，向朋友们炫耀，觉得自己是华尔街之狼，天赋异禀，然后每天就盯着股票账户频繁的加仓。突然某一天，市场情绪变了，高估值的科技股开始率先下跌，小财的账户瞬间缩水了20%。他安慰自己，这是科技股正常的技术性回调，下跌就是买入机会，我要上2倍杠杆。于是过了2天，账户又缩水了50%，小财开始严重失眠，每天疯狂的刷新闻，研究各种看好的分析，甚至找朋友借钱来补仓。又过了2天，大盘暴跌，小财的账户缩水了将近80%，小财彻底麻木了，卸掉了交易软件，认为不看了就会有奇迹，这最终导致了爆仓，不仅本金亏没，还要还朋友的欠款。更可怕的是，他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白天上班心神不宁，晚上熬夜看盘毁了身体，对周围的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啊。小财他认为自己是在投资，实际上他的情绪早已经被股票的走势给彻底绑架了，而这就是人性，股市就是人性的放大器。其实小财只是犯了2个绝大多数新手都会犯的错误，第一个就是被情绪左右。股市是情绪的放大镜，我投资股票10年，依然有时候会犯情绪上的错误，因为情绪就是人性，是极难克服的。而小财犯的第2个在投资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账面的浮盈当成了真正的收入啊。股市中有很多高成长零分红的科技股，这种投资追求的是低买高卖，或者是追涨杀跌。这种收益极度依赖市场的情绪和流动性，流动性也就是市场上的钱多钱少。一旦央行收紧了他们的钱袋子，或者市场的情绪转向了，小财的逆袭的梦想直接就崩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拯救小财呢？同时怎么拯救荧幕前同样失眠的朋友们？答案是彻底的转换你们的股票操作系统，从赚差价的赌徒变成收租子的房东，从投机变成投资。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股票的本质是企业的股权，股权就是我们合理合法的雇佣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替我们打工。来，让我们看看顶级富豪是怎么赚钱的。华尔街大佬，华尔街著名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他有一句流传了上百年的名言，他说，唯一能让我感受到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看到我的股息滚滚而来。请注意，他说的是看到股息滚滚而来，而不是看到我的公司股价今天又涨了多少。为什么？因为在美股，股价是华尔街分析师和市场的情绪给的，今天涨，明天跌，那都是虚的。但股息是企业赚到钱以后，真金白银打到你的个人账户上的现金啊，那是实实在在的，是不可逆的收入。当一个投资者把目光从股价移到了股息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奇迹发生了。
股价下跌对炒科技股的小财来说，这是灭顶之灾，让他崩溃和绝望。但对于目标是股息的投资者来说，股价下跌意味着你的股息，也就是你的分红，可以买到更多公司的份额，这让你的股权变得更大，意味着你的收益将变得更多。你仔细的品一下这个逻辑，当股价下跌不再让你感受到痛苦，反而让你觉得你买的公司是正在打折，你可以用你的股息源源不断的购买来扩大你的收益，你恨不得它多跌几个月。这个时候你还会失眠吗？你还会焦虑吗？在进入市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啊！好，我们现在把操作系统的认知升级了，接下来我们把高股票股息的收益维度拆开，让我们看看它凭什么能成为华尔街资金的超级锚点。很多人以为美股分红就是发点零花钱，这你就错了。在股票市场，高股息股票的底层收益是由3层降维打击叠加而成的。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现金维度的打击。在美股讲故事做假账虽然会被做空机构盯着，但会计的手段层出不穷，唯独一样东西无法作假，那就是真金白银按月或者按季度打进你账户的现金啊。如果一家企业能维持50年、60年，不断的给股东派息、发分红、发现金，这本身就是最强悍的防伪证书啊！无论宏观环境有多差，央行怎么加息，做空者写出怎样的小作文，你拿到的是源源不断的现金分红，这是确定的，而这就是你穿越牛熊的底气啊！然后是第2层降维打击，也就是再投资的复利。这里我们就要请出大家所熟悉的沃伦·巴菲特。巴菲特的核心财富秘密就是股息再投资计划 （Dividend Reinvestment Plan）。一些朋友对复利没有概念，我简单快速的说一下，就是把你收到的分红现金再投资进去，从而扩大你的分红收益啊。在1988年，巴菲特花了13亿美金买入了可口可乐。几十年过去了，巴菲特每次收到的分红都进行再投资。此外，可口可乐每年都在提高分红。如今，可口可乐每年给巴菲特带来的分红现金就超过了8亿美元。而股息再投资计划的魔力就在于，系统自动的把你收到的分红在除权日当天自动买成该股票的零碎股。在熊市的时候，股价越跌，你分红买到的股票的数量就越高，而等到牛市来临，你股票的基数就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种雪球效应才是股票长线大玩家的终极玩法。而最后一层降维打击叫做股息增长 （Dividend Growth）。普通人买债券，无论是国债还是企业债券，利息它都是固定的，会被通胀所吞噬。但高股息股票，它的分红是逐年递增的。比如小财去年花费了100美金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去年他将收获2.47美元的分红。而可口可乐已经持续了60年，每年增加分红原基础的5%左右。今年小财将获得2.6美金的分红。如果去年小财没有把这2.47美金的分红花掉，而是进行了自动的再投资，他今年将收到2.66美金。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不满意了，才多了6美分，这种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涨不涨我都没有感觉的。那我就来给你算一笔账，我就拿股息率非常低的可口可乐来举例子，因为大家都熟知啊。小财去年投资了1万美金的可口可乐股票，然后他就卸载了手机软件，完全忘了这回事儿。一晃30年过去了，通过每年股息金额5%的增长，再加上股息分红再投资计划，你知道小财30年后再次打开账户，他将获得多少钱吗？来，我带你们看看数学的魅力。我们假设未来30年和过去30年公司大概的情况是一样的。通过过去3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股价的年化回报率大约在7%左右啊。然后我们再来计算过去30年可口可乐股息分红平均每年增长多少。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约股息金额每年增长5%左右啊。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小财在30年后这一笔1万美金的投资将变成133883美金，而这一笔投资在30年后的股息分红将以18%为基础，呈指数型的每年往上涨，这就是复利炸弹。
此外，通常高股息股票都不属于高速发展的公司，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他们不需要再去搞研发投入，每年也能拥有大量的现金流和利润啊。而这些公司除了把这些利润以股息的形式发给股东，你知道他们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吗？没错啊，就是回购股票啊，他们会经常性的回购股票，尤其是在股灾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通过回购来提振股价。当小财买的股票出现了回购，这就说明他持有的股票的股价会上升的同时，股息也会上升，因为公司通过回购注销了一部分的股票，股东变少了，每个人分到的利润就变多了。当然啦，高股息股票不单只有可口可乐，有太多比可口可乐股息高的公司，比如奥驰亚、万宝路的母公司股息是可口可乐的3倍，只是因为大家熟知，所以我才拿可口可乐来举例子的。整体来说，高股息股票分为4大核心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息国王、消费界的常青藤，比如可口可乐，比如宝洁等等啊。他们是跨越周期的神器，无论人类的科技怎么发展，无论 AI 怎么颠覆世界，人类每天早上起来还是要刷牙，口渴了还是要喝饮料的。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悍的品牌护城河，并且不需要每年投入几十亿美金去搞那些虚无缥缈的科研，赚到的利润几乎全部都用来回购或者分红，非常的稳定啊。好，然后第2类就是公共事业与能源的垄断巨头，比如南方电力或者埃克森美孚等等。他们是现代社会的终极印钞机，是人夏天就要开空调，冬天就要开暖气，有汽车就要加油，数据中心要耗电。这些公司控制着现代社会底层的物理基础设施，他们有极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因为政府一个审批动不动就是很多年，所以他们有天然的垄断性。然后第3类呢，就是股息界的地主，有法律保障的收租怪兽，各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比如 Realty Income 这家公司。美国法律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必须把至少90%的应纳税收入作为股息来分给股东们，以此来换取免税的优惠。我就以 Realty Income 这个公司为例来讲一讲。这个公司呢，被称为月月派息公司，把全美上万家沃尔玛、7-Eleven 等便利店的租金收上来，每个月按时打到你的账户里，股息率在5%左右，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大家能感觉出来月月派息的复利威力吗？之前我们所说的都是按季度派息，而这个是月月派息，也就是每个月你可以拿着上个月的分红来做复利啊。好，最后一个是科技现金流。谁说科技股不分红？有些科技股巨头在过了疯狂烧钱扩张期后，进入了成熟的垄断期，累积了天量的现金。比如说 AT&T 电信公司，股息率就在5%左右，属于科技进攻型与股息防御型的混合型股票。听到这里，有些朋友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立刻冲进市场上去搜那些股息率在10%，甚至能达到15%的高股息股票了？先别着急，再听我说2句。华尔街有一句名言，你贪的是别人的高利息，别人要的是你的本金。高股息股票虽然能让你睡得香，但是如果你不懂其中的陷阱，这里同样能把你坑到吐血啊。我们来说第一个陷阱，很多人看到一只股票股息率达到12%就不研究了，就直接去买了，那你很有可能中了股息陷阱。所以股息收藏家们一定要记住，股息率等于过去1年每股的分红除以当前的股价。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基本面的恶化或者整个行业被颠覆了，导致股价在短期内暴跌，它的股息率在数据层面上看起来一定会瞬间暴涨，因为股价的分母变小了。这种高股息不是因为企业赚了大钱，而是因为它快要倒闭了。一旦企业撑不住，宣布削减股息或者停止分红，你将面临的是股价和分红的戴维斯双杀啊！而第2个坑，严格上来说不能算是陷阱，只能说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美国有回购文化，比如很多的顶级科技巨头，比如苹果、谷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股息率只有0.5%，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股东很抠门啊。他们经常的股票回购并注销这一部分股票，让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变少，这能让股价上涨的同时，你的股息也会在被动的上涨。好，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陷阱啊，
如果你不是美国居民，你买入高股息股票，当公司给你发分红的时候，美国国税局就会直接在你的券商端强制扣掉30%的税啊！这意味着你看中了6%的股息率，扣掉税以后可能只剩4.2%，非常坑的啊！哎，别着急叹气啊，听我说，有税务互惠条约的国家，这一部分的税将被降低到10%或者15%，看看有没有你所在的地区呢？有的话，你非常幸运。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所在的地区要交30%的税，也不要气馁，我来帮你破局。只要你不是美国人，你就可以在你的离岸证券平台，比如像盈透这一类的证券平台，开通英国股票交易权限，你就可以用卡里的美金去买注册在爱尔兰的全球高股息股票的基金，像 VHYL 或者 VHYA 一类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因为爱尔兰和美国有15%的互惠条约，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在英国上市的爱尔兰基金把税收砍到15%。你可以去搜索哪些基金重仓了你看好的公司，比如苹果，比如可口可乐等等，然后去买这些基金，你的外挂就开启了。好，朋友们，投资的终极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你每天盯着红红绿绿的数字提心吊胆、彻夜难眠。投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买回自己的时间，买回自己的自由，买回生活的底气和体面。当你像洛克菲勒一样把目光从虚无的股价涨跌移到真金白银的股息现金流上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就从股市的打工人变成了资本的主人。让我们把灵魂从 K 线图中解放出来吧。今晚睡个好觉。好，点赞、订阅、收藏、评论，美股投资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